想要我的命，痴心妄想。就凭你们这些东西，还降不了我。 石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嘉靖在百峰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交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！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。 你也不用再做你那春秋大梦了。活出性命和我们一起死，合力阻止他。没用的。司马交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。 身体快崩溃了！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交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 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尊。 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。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？你快走！师祖，司马交，司马交，
快醒醒啊！司马娇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若我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娇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只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！决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！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娇在魏小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躲上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拜峰山一回，入京之计，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峰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娇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娇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。你并非邪魔之流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娇一次，那时候她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她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她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她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我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
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，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娇的封印。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；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娇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。今日，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娇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娇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娇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娇，她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能忍的，也没喊过一声疼。司马娇，你快醒过来吧。
流了这么多血，看来司马娇的确伤得不轻。袁公主，这里有血迹。我们沿着血迹找。他们竟也来了。哎，血迹到这里就突然消失不见了，真是蹊跷。看来我们是无法再追踪司马娇的下落了。他定是有某种秘术藏了起来，我们还是要加紧搜寻才对。司马娇此次在赤焰城和百凤山残杀了无数无辜的性命，若不趁他伤重将其封印，等他功法恢复，定然会大开杀戒。话虽是如此，可再在此地逗留也是无用啊。我看我们还是回去跟其他的公主商量对策吧。走吧。调动庭燕的极寒之体，希望渺茫。我不能取他内丹伤他。若想破开仙魔屏障，如今只剩一条路，便是杀了司马娇。灵火一灭，屏障即破。以前他过于强大，我无法下手。现在他身负重伤，孤立无援。若我与人联手，未必毫无胜算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娇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千旅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旅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宫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
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你费那么大力气救我，我便活着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找诗氏一族的人。叶公主，叶公主，有何要事啊？我来是想问问师掌门，若是寻到了司马娇，打算如何处置他？那自然是将她再度封印于三圣山，届时还有劳叶公主和我们共同开启封印阵法。师掌门恐怕另有所图吧？叶公主何出此言呢？百凤山乃师掌门一手所为，我很好奇，山中凤山一族的血究竟流向了何处？师某也很好奇呀。叶公主这些话不对其他的公主讲，反而来找师某，所图为何呀？我要司马娇的性命。哦，真是没想到，叶公主憎恨司马娇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了。叶公主此举不是为了报私仇，而是想打破这邪魔屏障。你我都有秘密，便无需躲躲藏藏。我只问师掌门一句话：你可有杀司马娇之心？师某可以和叶公主合作，杀人灭火，但是我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呢？百凤山一事，我会守口如瓶，这便是好处。叶公主，师某要封你的嘴的办法多的是啊，你说这些与我何用啊？
师掌门别忘了，我虽修为不及你高强，可我毕竟是一宫之主，希望师掌门莫要小瞧了我。不过师掌门与我目标一致，何须费心费力针对彼此？不如联手，事成之后各取所需。师某非常欣赏叶公主的魄力，还望叶公主一有消息及时相告。也希望师掌门遵守承诺。见过姑姑。薰儿不必多礼。是薰儿无能，让父亲失望了，这才惊扰了姑姑。无妨，我闭关修炼，本就是为了提高修行，来日可以助你父亲一臂之力。如今，尽快抓住司马娇才是重中之重。百凤山被毁一事，并非你的错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多谢姑姑。众弟子听令，且随我与你们少主兵分两路，搜查司马娇下落。是。师祖，司马娇，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见我们也不会撞上来啊？我用隐身术隐蔽，这些人修为低下，感觉到强盛的气息，自会避开。你受伤了也管用啊！就算我重伤未愈，这些人远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我们一直用隐身术不就好啦？隐身术消耗的灵力较多，我如今只能保持片刻时间。对哦，你现在重伤未愈，各种高阶术法也失灵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低调点吧，毕竟逃亡嘛，不是度假。这些事情你无需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到哪里都是度假。这发言真够霸气的。话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越来越偏僻了。洛河仙方，一片普通人和修仙者杂居的方式，是庚真仙府最边缘的地带。怪不得这些人看着都不会术法的样子，修仙者也很少，更像是凡人居住的地方。都是一些被排挤或者修为不高之人罢了。那我在这里，是不是也算大佬啦？如今，你已经达到化神后期，只差一步，就能进炼虚。什么破地儿！你们动作给我小心点，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要你们狗命！这阵仗，刚刚那两个人什么身份啊？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见过吗？闪开！见过没有？仔细看看，见过吗？见过吗？不认识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见过吗？司马娇，快追，在上面！你们两个往那边去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是。这边。
椒，这山中有结界压制，八大宫将你封印在此，代替你成为了这仙府之主。你身处绝境，又如何能改变这命运？那些为善之徒，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，妄图让我屈服。但我已将灵火分身炼成，新月也将至。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而今破局逆命，唯缺最后一子。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10万年。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
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葬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是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这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啊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
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砚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，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，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砚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3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3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慈藏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命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
宁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哎，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嘿嘿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
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100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
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。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先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木泥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2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
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流入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